我们不该接受450美元的半成品主机，我们不该接受80美元的超级冷饭。别再为那些曾经卖20美元，现在卖60美元的游戏版本欢呼鼓掌了。他们不会回馈你，他们只会嘲笑你。你买下的不是情怀，而是一份默认的剥削许可。你要记住，这些公司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你还在掏钱。我希望我们玩家永远记住一句话，那就是没有王朝是永恒的。任天堂曾经是游戏界的标杆，是无数人童年的起点，但如今它已经沦为了整个行业最纯粹、最根深蒂固的毒瘤，代表的是最狡猾的剥削逻辑，最反消费者的企业心态。你以为它还在坚持初心，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利益最大化的机器，仿佛消费者的钱包是它理所当然的战利品。烦死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九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九艺术的魅力。Nice。首先，任天堂80美元的定价策略简直是对玩家底线的公然挑衅。这种荒谬到离谱的定价，不仅暴露了资本贪婪的本性，更是在为整个游戏行业的恶性涨价铺路。更可怕的是，这种定价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索尼和微软已经开始试探性的提高第一方游戏的售价， EA、育碧等厂商也悄悄的在豪华版游戏里埋下100美元的地雷。今天玩家妥协于80美元的新标准，明天玩家就会被迫接受100美元的标准版，而游戏的内容却年复一年的缩水， DLC 地狱和半成品首发将会成为行业的常态。最讽刺的是，任天堂一边用怀旧情怀收割粉丝，一边却给冷饭标出满汉全席的价格。马里奥 3D 世界 Wii U 时代首发卖60美元，后来被纳入了任天堂精选系列，降价到了20美元，算是给玩家的一个福利。结果到了 Switch 时代，这游戏一移植又重新标价60美元，好像我们都得了健忘症一样。大金刚国度热带寒流更夸张，原价50美元，进了任天堂 Select 卖20美元的游戏，移植后堂而皇之的挂上了60美元的签价，它竟然比原价还要贵10美元。到底是谁给他们的勇气？当你为这种冷饭移植买单，就是在用钱包告诉任天堂啊，我愿意，你随便来。你越愿意买，他就越肆无忌惮。顺带提一嘴，我觉得微软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因为账号系统的成熟，它会给你在不同设备上适配不同的游戏版本，而不是每次都推出个所谓的增强版，多收一份你的钱。再看看他们家的新主机，这个所谓的 Switch 2， 我觉得这个主机应该叫 Switch Pro Max but Lite。为什么是 Lite 呢？因为他们在已经推出了 OLED 版本 Switch 的前提下，新的主机竟然没有使用 OLED 屏幕。我敢拿住他们的升级版 Switch 2早就设计好了，就等着到时候再卖你一台，收割你的钱包呢。你说他们有 4K 分辨率吧，他们比其他厂商迟了整整10年。你说他们上了120的高刷吧，它的主机模式绝对跑不到 4K 120。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原生 4K 分辨率，一定是有 DLSS 加持的。更讽刺的是，他们竟然把 1080P 屏幕当作重大升级来宣传，这简直是把玩家当作数码小白糊弄。至于那些革命性的新功能呢？那个所谓的语音功能，说白了就是用摄像头和麦克风实现低品质的视频聊天，可能还不如直接用老年机打电话。内置的语音聊天竟然需要订阅 Online 会员才能解锁，否则那个 C 键就是个电子装饰物。而这个20美元的神奇会员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是背景抠图抠出来的人像效果跟20年前的网页 Flash 差不多，视频通话帧数低得像 PPT， 画面是充满马赛克的，而延迟足够你泡完3包康师傅。更妙的是，那个规格可能被淘宝同价位的产品暴杀的摄像头，竟然要单卖50美元。但你有什么办法？人家就是把生态封闭起来，就是要圈你的钱。更不用说这个功能，我敢保证99.9%的玩家只会用一次，然后就再也不会打开。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的感觉跟我一样，屏幕就那么大，我为什么要牺牲掉一部分屏幕的空间去看别人的画面呢？这种塞满了低质不相干画面的屏幕空间感，让我非常的疑惑。你说它有进步吗？它确实有，比如说系统终于能邀请朋友加入派对了。
这个2025年才上线的功能，索尼和微软已经用了10几年，更不用说自由度更高的 PC 了。你说这是不是可笑？Joy-Con 漂移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美解决，断连、按键失灵、寿命短这些问题它通通都有，可它就是通通不改，它还敢继续高价卖外设，不仅不改进，还不断的推出颜色款特别版。说到底，他们的配件设计只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如何最大化利润，而不是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新的 Joy-Con 增大了肩键，变成了磁吸，而且可以像鼠标一样使用，但是这个鼠标功能的握持方式让我看着就觉得手疼。我觉得它的人体工学设计完全可以再好一点，我的小指斩击已经开始疼了。Later， 任天堂这家公司甚至敢把一个教程单独拿出来卖钱。他们推出了一个所谓的 Switch 2新手导览软件，你以为是附赠的？不，他要单卖你$10。你还记得以前买任天堂主机自带的系统软件吗？像是 NDS 的涂鸦聊天、3DS 的 AR 游戏、Wii Sports， 都是那种你打开主机后就能玩的有趣体验。现在呢，它甚至还不如贪婪的索尼。你买了个$450的主机，还要额外付钱去学怎么使用，额外付钱去买说明书。What the hell, man? What the hell? Why? 你说这到底是科技的进步，还是用户的智商被无限的贬低呢？而且我觉得游戏共享功能你也别想得太美，什么限制 Switch 2间的共享，什么2代主机都能接收游戏，实际上规则一大堆，绕得你头都晕了。最简单的，如果你有多台 Switch 设备，然后你想在不同的设备上游玩同一个数字版游戏，那么你必须将第一台设备上的游戏移除，再到第2台设备上载入这个游戏才能游玩。我不知道任天堂为什么到现在还要坚持如此落后的账户机制。那个所谓的家庭共享，在我看来更是个笑话，每个账户可以借出一款游戏14天。我相信用过 Steam 家庭共享的玩家都会感觉这真的是2025年推出的线上服务吗？任天堂现在连这点便利都懒得给你，就怕你不多买它几份游戏。再讲讲他们对实体游戏的理解，他们那个所谓的实体版数字密钥卡，听起来像是一个卡带，实则连游戏的本体都不包含，全部要靠联网下载才能运行。你买的只是一个塑料包装盒，外加一张授权证明。等哪天服务器关闭，这玩意儿就跟废物一样，啥用没有，你就玩不了你的游戏了。你们还记得前段时间育碧把 The Crew 这个游戏服务器关闭的事件吗？他们关闭之后，你就玩不了这个游戏了，你花了钱就等于打了水漂，这个和那个没有任何区别。而且 Switch 的存储空间虽然提升到了256G， 但是现在的游戏动不动就几十个 G， 一旦你用这种所谓的实体数字密钥卡去玩几个主力大作，你就会发现你的空间马上就会告急，因为你会需要下载这个游戏的大部分内容，而不是直接插上卡带就可以畅玩。然后他们又端出来自家的 SD Express 卡，准备再收割一部分情怀玩家的韭菜。我觉得以后很多网速慢的玩家指望着自己能够插卡机玩，结果只能看着进度条慢慢走完。实体游戏失去了实体的意义，数字游戏也没了方便的灵活性。现在的任天堂所谓的创新，就是把最不人性化的机制包装成我在为你考虑，实则是在剥夺你的选择权。而且 Switch 2的首发阵容很多都是冷饭，王国之泪竟然要卖$80，竟然比首发的时候还贵了$10。旷野之息这种10年前 Wii U 和 NS 上的过渡作品，竟然还要卖到原价的$70，这种旧作炒冷饭，我就想问，凭什么在模拟器已经能把你按在地上摩擦几十倍的年代，你竟然还要让玩家为一个10年前的游戏付同样的价格？你凭什么就能直接往我脸上甩个高价？马里奥派对凭什么增值$20？就凭3个新增的体感小游戏吗？当首发阵容的新游戏只有画质堪比手游的马里奥赛车付费版的说明书和3款 NGC 冷饭的时候，难道不该先想想怎么做新游戏吗？任天堂这几个 IP 都反反复复吃了多少年了？有些公司粉就会辩称说索尼也会搞付费升级啊。我只想说一句，那就是谁在给索尼洗地了？你不应该拿一个坏榜样来为现在的罪行开脱。
任天堂完全可以不涨价，但他选择这么做，并且理直气壮，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这就是问题。而且这还没完 ，Switch 2的售价高达450美元，在日本还有所谓的本土阉割版，只卖大概350美元，但所区所语言，多语言版本居然要加价100美元。我还记得我当时为了玩怪物猎人入了日版的所区 3DS， 硬是把日语的生肉给啃了。好不容易现在大部分游戏都全语言了，他反而给我开启了倒车。你别跟我说什么关税加高了，为了拒绝日本本土的黄牛，这他妈都是扯淡。你作为一个跨国公司，其他国家的玩家就不是玩家吗？这不是成本问题，这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做？很简单，就是不要买，不要买，用钱包投票。当你花钱支持这种冷饭，支持这种劣化产品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任天堂，你愿意被压榨，你愿意被他们宰。我知道它是任天堂，但是别再为那些卖相漂亮、内容空洞的游戏掏钱了，也别再为那些曾经卖20美元、现在卖60美元的游戏版本欢呼鼓掌了。他们不会回馈你，他们只会嘲笑你。你买下的不是情怀，而是一份默认的剥削许可。想想那些年任天堂的品质保障、创意表达和玩家互动，哪一项他们现在还保留着？啊，他们现在越来越依赖廉价的量产与粉丝的信仰。而当你提出问题时，总有人会说他是任天堂啊，可是他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任天堂了。自从岩田聪去世以后，这家公司就从一个由玩家驱动的创意实体，变成了一个由商人统治的盈利机器。曾经我们以为他们懂玩家，现在他们只懂利润。而当这家公司越来越会赚钱的时候，这种恶性循环根本就不可能止住。他们不再想着如何感动人心，而是琢磨着怎么从你口袋里多拿一点。游戏行业已经被这种思路一步步侵蚀。我们不该接受450美元的半成品主机，我们不该接受80美元的超级冷饭，不该容忍一个将功能阉割后再收费的创新。这一切只会让未来的游戏变得更贵，游戏机的功能变得更少。如果你真的热爱游戏，就别再助纣为虐，别让你的消费变成任天堂贪婪政策的背书。抵制是你仅剩的权利。你要记住，这些公司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你还在掏钱。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任天堂 Switch 2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